欢迎收看主编新闻室。你好，我是善恩，我是志峰。那大马的政坛啊，这几天可以说是炸开了锅。首相安华呢，在星期天的时候，他就说，西蒙现在正在探讨国州同步选举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哦。他说起来听起来让人家觉得很霸气，就不禁让人家去猜想说，安华真的那么有信心和把握吗？还是说他已经被逼到了一个边上，不得不做出这样子的一场政治豪赌呢？表面上这种说法呢，就叫做校正，而实际上呢，则是要寻求突围。安华执政满3年，现在可以说是面临他任相以来最严重的四面楚歌困境。他的执政盟友在后院放火，而党内的重要领袖呢，则决裂出走，再加上国际能源危机以及政府准备削减燃油补贴，那么一连串的民生问题，安华现在要拿出这张同步大选的牌，到底他是置之死地而后生呢，还是一场可能输精光的孤注一掷？这是大家都很关注的议题。安华肯定是有面对很多重的一个围剿了。我们先来看第一层围剿，那就是最让人家啼笑皆非的事情，就是呢，往往啊，你最大的敌人，我们可以说不是站在你对立面的在野党，而是就在你身旁的盟友，说的呢就是国政，或者是更加准确就是巫统啦。巫统大家也可以看到，最近可以说是动作频频，也可以说是步步紧逼西蒙这样子，所以我们都可以知道说，他们其实搞这样多动作呢，就是要壮大自己来准备单飞。随着柔佛马六甲跟沙拉越的州议会任期即将届满，那么巫统内部现在是蠢蠢欲动了。他们最近高调的以辱骂邦萨之名接纳那些前党员回党归党，比如说这个凯瑞啊，还有伊沙姆丁等人，就是想要打造马来人政治力量老大的这个形象。他们甚至暗中默许深美兰巫统州议员去推翻深美兰由公正党主导的州务大臣。那么其实这就是非常赤裸裸的地方逼宫中央，这也是安华跟西蒙不满的理由。那么如果分开州选的话呢，对安华以及西蒙跟公正党来说呢，其实这是一场政治噩梦。公正党它最大的软肋、最大的毛病呢，就是它的基层组织非常的薄弱，它高度依赖中央的领袖，比如说安华跟其他中央明星级的这些大咖，在全国大选的时候呢，用宏大的议题来打动中间选民的热情。那么这一点呢，其实对公正党来说，在天下太平的时候是很好用的，但是如果各州都分开打的话呢，就变成你要消耗更多的地方资源。你打乡区的话，你需要地方的这个人脉，那么一旦投票率低的话，拥有庞大基层的巫统跟国政呢，就占尽了很多便宜。公正党在当年2021年马六甲州选全军覆没，那么接下来2022年年头的柔佛州选只赢的一席，这个教训是非常惨痛的，因为他们缺乏强大的基层动员能力。如果我们要来看公正党所面对的第二层围剿，那就是他们自家的后院也着火啦。说的就是前阵子他们外泄出来的一个针对第16届大选的战略分析的分级摘要这样子的一个内部报告。那这份报告呢，我们之前在主编新闻室的时候也有谈过。那里面的内容呢，就感觉是真的把团结政府那种歌舞升平的假象给打破了。整体给人家的观感啊，就是说公正党在面对来届大选的时候，情况好像不太乐观。快速跟大家回顾一下，蓝眼打算竞选66个国会议席，当中呢只有7个被列为安全区，而且这7个当中呢有4个是跟 Rafizi 派系有关的议员。OK， 更讽刺的呢，就是连安华自己坐镇的丹布国会议席也被列为胜负难料的边缘议席。那么，如果首相的席位都不保的话，这其实非常震撼。
其实针对这一点哦，那个首席政治秘书曾明凯也有出来解释说，安华在2022年的时候离开安全的波德森啊，去挑战那个马来选民占多数的贪污，其实就是为了要开拓江山嘛。但是呢，问题是3年执政的时期过去了，我们先说选民结构自然是有所改变，而那个华裔选民还有非华裔或者是巫裔选民的差距也是在持续拉大当中。但是呢，公正党在这3年里面啊，我们可以说是看不到公正党可以拿出一套可以说服那些保守马来选民的一套论述，连安华自己啊都可以说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了。更要命的呢是，现在 Rafizi 正式跟公正党决裂，他带走的并不只是 Nik Nazmi 一个人，或者是其他的可能跟着他过去的这6位现任的 YB， 而是公正党赖以起家的核心资产，就是那一批拥护改革、中产阶级，相信马来西亚值得一个更美好未来的年轻人。如果和拉菲兹的这个Bersama 就是国民团结党全面开打的话，西蒙在城市和多元选区的基本盘就会严重的被分流，那么票源会高度的碎片化。那安华的第3重冲击就是民生的经济问题了。如果说政治内耗是内伤的话，那么民生经济课题就是可以拿你命的致命伤啊。随着美伊的开战导致全球燃油陷入危机，那么国际油价也是暴涨。大马作为一个产油国，但是呢，我们长期依赖政府所给的全民燃油津贴，这就导致了我们的国库可是要见底了。首相高级经济顾问 Noor Hisham 最近就透露了一个令人非常担忧，可以说恐怖的这个数据，就是政府每一天啊，听清楚，是每一天要支付燃油补贴已经飙升到2亿令吉，每天2亿令吉是什么概念？是个非常恐怖的一个数据，国家财政根本吃不消，所以政府要削减其他的开销，包括公共福利还有卫生的开销，全部都要被挤压，所以政府真的是没有办法，它只能够尽快的削减这些补贴。首先就减少每月的配额，从300公升降到200公升。接下来呢，就向富人动手准备取消他们的这个补贴。然后呢，可能就会进一步减少配额，就是从每个月200公升降升到150公升。不过安华说，现在不会去碰这个减少每月固定的这个补贴，但是在政治上来说，这一系列的做法，如果向燃油补贴着手的话呢，会让整个民情全部反弹，因为你是用不对的方式，从政治上的角度来说，不对的方式去解决当前的困局，你会得不偿失，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所以安华解散国会的这个最佳时机，应该是在这一个燃油补贴取消或者减少之前。所以国际油价上涨，除了是影响我们国内的油价还有补贴之外，不可以避免也是不能忽视的呢，就是底层的柴米油盐将会面对一轮非常恶性的通货膨胀这样子的情况。所以到时候如果是民怨大爆发的话，不要讲是那个高调逼宫的国政，就连在旁边虎视眈眈的国门，也很容易就可以把这个通货膨胀啦，大家生活很苦这样子的罪名，就直接安在安华的头上了。所以安华现在可以说是，他就站在了一方面是面对国家经济压力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以及选民支持率压力这样子一个十字路口，是不是进退两难呢？还有安华的第4重被围剿的角度呢，就是左右夹攻种族跟宗教议题的一个死结暂时解不开。除了经济意识形态上的这个左右夹攻，也让安华有点焦头烂额。过去3年，安华为了讨好马来选民，改革步伐被拖慢，那么处理反贪会主席阿桑巴基高额持股还有企业黑帮的课题都没有一个明确的立场，就让当年对他有期待的改革派以及民众大失所望。
确实哦，各种想要平衡的这样子的一个措施或者是一个方法，到最后好像都是两头不到岸。一方面呢，你退让就让那些保守的马来选民啊，觉得你就是他们不领这样子的情，但是如果你妥协的话呢，就让那些你原本的基本盘开明派呢，就觉得被背叛了。所以最近发生的一连串事件，比如说拆迁印度庙啦，或者是雪兰养猪的那个课题，还有承认统考的课题，这些原本也不是种族的议题，但是不管怎么样都会被炒成是种族的课题了。这些课题直接把团结政府架在火炉上烤。西蒙的核心盟友行动党现在的底层压力也非常大，因为他们7月就要表决说到底要不要继续留在政府或者是辞官，有一个好的交代向华社来说明他们的这个困境。那么再加上前首相纳吉再度申请特赦的这个传闻，那么这些事情随时都可能成为压垮内阁的最后一根稻草。我们看另外一边厢的在野党哦，可以说他们已经完成了一个整合啊。虽然说土团党呢现在还在天天清理门户，去开除含沙的派系，但是呢，那个纪律好像更加好的一党已经是全面接管了那个国盟的主导权，因为呢，他们的副主席还有登嘉楼他是兼任登嘉楼州务大臣阿曼萨姆苏瑞呢，他就已经是正式的出任了国盟的主席，还有那个国会反对党的领袖，所以就是妥妥的一个国盟的未来首相人选了。还有一点呢，就是一党在上个星期六在雪兰号召3000人大集会，就拿养猪场课题来发挥，成功让保守派的选民的热情推向另外一个高点。那么在这一个时间点上，只要西蒙出现一丝的裂痕，一党的宗教大军将会随时准备收割选票。回顾安华过去3年的执政，除了最近令吉汇率因为外部的因素走强之外，他唯一的高光时刻呢，很可能就是去年10月，当马来西亚是东盟轮值主席国的时候所召开的东盟峰会。在那个时候呢，就周旋于中美2个大国，然后同时也成功促成泰国跟柬埔寨签署和平协议。所以在那个时候，他在国际上的这个名气声望是最高的。可是这只是国际，回到国内的话呢，你必须要面对柴米油盐酱醋茶的这些很基本很民生的课题。那么看起来现在安华已经错过了最佳解散国会举行选举的时间点了。而且大家都是很健忘的嘛，去年10月发生的事情，高光时刻可能要被忘记了。所以我们回到刚刚节目一开始我们说的，安华抛出国州同步大选这样子的狠话，看起来是展现一个政治强人这样子的姿态啦，但实际上本质上呢，是在重重围剿之下，因为害怕被州选这样子拖累，而被迫要选择的一场政治豪赌了。分开选举的话，公正党大概率呢会在州属在地方上惨败，然后信心崩塌。那么如果强行推动同步大选，在拉菲兹分流分散选票，然后通货膨胀在即，马来选民继续对西蒙冷淡，然后一党步步逼近的情况之下，极有可能输掉更多的议席。所以安华正在一个政治生涯中的一个非常险峻的悬崖边缘。这位等了25年才登上首相宝座的安华，那么一个不小心稍有不慎，就会在这一场自己发起的政治豪赌当中呢，沦为马来西亚一届首相。